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上一期影片中，我为大家整理了各代第二装甲的装甲特色，还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一下。这一期我要接着来讲艾克斯的第三套装甲——第三装甲，又称极限装甲或极致装甲。同样不多说废话，我们开始影片。第三装甲于超人平台上的洛克人 S3 首次登场，主体颜色大致也是白色，而后被移植到 PS、SS、PC 等各种平台上，并且在洛克人 S Type 中再度被重现。这套装甲同样是根据过去的战斗记录进一步强化所完成的装甲。在前次大战后，发现仅进行单项部件强化的装甲胶囊并不足以应付各种战斗的即时变化，因此在第三装甲上又研发了可以针对单一部件性能增强的进阶强化晶片系统，使其成为一套拥有多样化性能的强力装甲。然而，由于此套装甲过度重视性能的强化，而忽略实战的实际情形与限制，导致第三装甲有许多性能其实不够实用，而没有被后代装甲系统继续沿用下去。然后一样，因为莱特博士并没有为此套装甲命名。第三装甲这个名称也是艾利亚为了方便研究暂时取的，而前面提到的极限装甲或极致装甲也并非是正式称呼。总之，不管叫啥，大家依自己习惯叫就好。制作本期影片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来考究装甲名称的。然后，由于移植版与超人版在实际游戏上整体来说差别不大，因此在本影片中我就不去特别区分。基本上讲解部分，我大多会以手边有的版本，例如合集版、超人版或 PS 版的第三装甲来做说明。首先来谈第三装甲的脚部配件。第三装甲最早是在超人的洛克人 S3 上登场，在本作中，艾克斯的脚部配件在性能上又再次获得进化，让向上冲刺成为可能。由于空中冲刺能让艾克斯的机动力获得显著提升，因此针对前作的水平空冲加以改良，追加朝正上方冲刺的功能，让水平空中冲刺成为可变式空中冲刺。这个改变大幅度的增加了艾克斯的移动范围，但实际使用起来，向上移动的加速力稍显不足，预备动作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比起水平冲刺，向上冲刺会有一个延迟感。不过就游戏中来说，这个功能还是相当重要，毕竟是此代的新功能，因此游戏还是会在关卡中设计一些需要使用上冲这个能力来取得的道具。此外，就如我开头提到的，本作追加了2次强化晶片系统，因此玩家还可以透过晶片胶囊再一次强化逐步配件的性能。逐步晶片所提供的追加能力为连续空中冲刺，这项强化让艾克斯的空中移动能力大幅提升，可以轻松前往一些一般情形不易到达的场所，关卡的可探索范围也会因此获得扩充。然后在前一期影片我也有提到，在外传版的洛克人 S2 销魂使者中，第二装甲的逐步配件其实也有沿用向上冲刺这个功能，只是说此作就没有针对各装甲部件设置强化晶片胶囊，而是透过 X5 之后才开始有的强化配件系统来增强整体装甲功能。接着谈一下第三装甲的头部配件，其功能是道具雷达，这是在前作密宝追踪器的基础上所开发的进阶道具搜索功能，它可以让头部配件的搜寻机能获得进一步增强。第三装甲的头部配件利用高科技人造卫星侦测重要道具，让玩家在进入关卡的一开始就能透过关卡地图的全貌查看所有道具的所在位置。人造卫星的侦测力十分强大且精密，能够轻易探索到建筑物中与地底下的道具，也可以检视在关卡中那些尚未取得的关键道具。这个功能在初次游玩时是可以帮上大忙的，它让玩家直接知道重要道具的位置，不用在那瞎猜。而其对应的头部晶片胶囊所追加的功能则是自动恢复，此一技能让艾克斯只要站着不动就能慢慢恢复血量。虽然从不动到开始恢复体力的准备时间较长，但开始恢复后速度就会加快，直到把体力补满为止。此时若艾克斯身上有空的负能源槽，能源还会顺势补充到负能源槽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技能。唯一缺点就是补满生命与所有负能源槽得花上一段时间。继续来讲第三装甲的身体配件，其功能是防护盾，它是基于前作的异兆爆破能源转换原理，将被敌人攻击时所获得的能量直接变成具备减轻伤害的防护罩，加上身体配件原本就有的减伤效果，两者效果叠加在一起，能更进一步降低伤害。因此，当艾克斯在展开防护盾时，防御率比起前2代装甲可说是直接翻倍。而身体晶片胶囊的强化防护罩功能，还能让防护罩变得更强。取得身体晶片后，除了能让护盾的维持时间变得更久外，也拥有更高的防护力，所受到的伤害可再降低。
护盾的颜色也会由原本的蓝色变成橘红色。这个强化让艾克斯在面对难缠的魔王时，能够多挨几次攻击，创造更多喘息空间给技术普通的一般玩家。再来谈谈第3装甲的手部配件。手部配件的其中一个功能，同样是让艾克斯能突破原本的集气界限，让集气可以达到第3、第4阶段，进而发动优化后的新型飞弹交互集气飞弹。由于前作的双重集气飞弹证实了双重手炮在实战上的实用性，因此第3装甲基于这点又特别设计一个更强的2连发集气射击模式，也就是刚提到的交互集气飞弹。它的第1发攻击是由速度较慢的数发小型能源弹结合而成，而第2发在第4阶段集气后，则是速度较快的超高 X 爆裂弹，并且也能够待机发射。发射后，当超高 X 爆裂弹从后方接触到前方小型能源弹时，两种飞弹便会合体成交互集气飞弹，进而提升攻击强度。原本的小型能源弹也会转化成扩散弹，扩大攻击范围。虽然说在理论上这能算是一种强化改造，但在实战上以这种方式增加的攻击力并不如预期。合体飞弹的游玩方式也有一点打乱玩家的攻击节奏，因此在后续作品中就比较少看到这种双重飞弹的强化模式。而依照系列作惯例，手部配件的另一个功能便是特务机器。同样只在此展示一下此代的一些重点特务机器，细节就不多说。但就本作来说，有蛮多特务在集气后，画面动作效果都蛮炫炮的。像是3角闪电集气后，艾克斯会重锤地板，并将电流灌入地面，给予敌人多次损伤。接着再放出2个大型电球清扫敌人，还可以破坏一些关卡中的脆弱地面。取得手部晶片胶囊后，可获得极速集气。极速集气将会成为一种特殊武器，在选单中以 Hyper C 呈现。极速集气的能源是无法使用一般的武器能源补充，而是透过受到敌人攻击，吸收部分能源来填充。当能源吸收到全满时，便可以进行连续的集气射击攻击。其原理是应用了异兆爆破的损伤转换特性，将敌人攻击转化为自身能源，并且专注在供应集气射击上。只要储存的能源尚未用完，就能够无限制的连续使用集气射击。但有一点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玩家在能源没有全满的状况下切换到其他特务，极速集气就会被中断。想再切换回来使用，就必须重新集满能源条，才能再次发动极速集气。所以我个人习惯是一旦发动，就会直接把能源给全数打完，之后再重新集满。另外，第3装甲也沿用了第2装甲的配件组合机能增强系统，同样在取得头部配件与身体配件后，可以减少特殊武器的耗能。而取得手部配件及脚部配件后，则能加速艾克斯的爬梯速度，这边就不多说了。基本上这比较属于被动强化技能，在3代整体难度设计还算平衡的情形下，这点强化相对来说似乎就没那么重要。然后除了前面提到的4种基本的个别配件晶片外，如果取得了所有的强化道具，并在满足特定条件后，玩家便可以在多普拉关卡中取得威力晶片，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黄金装甲。它的取得条件为收集全套第3装甲8个生命提升，4个负能源槽，然后在这之前不拿取任意晶片胶囊，而后前往多普拉关卡第1关中有铁球落下的区域，沿着前方落穴左侧的墙壁下降，进到隐藏房间，且同时保持生命值全满，威力晶片胶囊就会出现在这个隐藏房间中。它可将前面提到的4种晶片的强化性能一次全拿，彻底解决原本强化晶片仅能4选1的烦恼。取得后，艾克斯的装甲颜色也会变成金色，整体能力跟帅度都大大提升，将此套装甲列为历代前几名的最强装甲都不为过。当然，也因为游戏对黄金装甲取得条件的设定，前面个别强化晶片胶囊不拿，就变成 S3 2周目以上玩家的共同默契。接着说一下3代最暴力的神器杰洛光束剑。虽然不论是否有取得完整的第3装甲，都能拿取杰洛光束剑，但因为用束针拿跟取得全套装甲再拿，使用起来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因此我还是简单说一下好了。在本作中，落在8大头目关卡中用相克武器打倒霸法 MK2， 并在多普拉关卡第2关中用杰洛打倒隐藏中头目文形机，杰洛便会在剧情中受到重伤，并且将光束剑借给艾克斯使用。此时若是以拥有第3装甲的状态下取得，此把光束剑就会有2个小地方跟以束身状态取得不太一样。首先是集气时间，因为杰洛光束剑的发动条件是需要完全集气才可击出。拿到完整装甲或手部配件，艾克斯的完全集气时间会被拉得比较长，因此光束剑的发动频率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这时没有手部配件的束身，反而可以用更快的速度发动光束剑，提高斩击次数。第二是
第三装甲的光束剑会追加一道剑波，且剑波具备持续伤害特性，可以进一步消耗敌人血量，杀伤力极大。虽然速身的光束剑是可以比较快速击出，但因为击出时没有剑波，实战时要拉近距离才能斩杀敌人，某种程度来说也提高了近战的受伤风险。当然，讲完原始版的第三装甲后，照惯例我就顺便讲一下手游版的第三装甲，也就是洛克人 S 大夫中的第三装甲。同样在这个作品中，装甲是没有办法拆成4个部件一一讲解，所以我就直接进基本介绍。S 大夫版的第三装甲全名为第三装甲艾克斯，为游戏在特定期间所推出的 S 级角色。整体而言，此第三装甲的帅度依旧，且保留了相当多原作第三装甲的特色。首先就主动器上，直接挪用了原作的交互击气射击，达到最大击气时，可以用双手分别进行2段式的击气射击，同样可以待机。且当前后2发能源弹接触到时，也可以交织成一个合体飞弹，原第1发能源弹会变成扩散射击，有效提升攻击范围，造成的伤害也比原本大。第2发能源弹也会大大强化其攻击力，尤其在2发能源弹刚合体的那一瞬间，可以产生最大攻击力。可惜的是，此飞弹也是没有自动瞄准能力，只能直线前进。不过庆幸的是，它能具备贯穿地形与贯通效果，且射程相当远。此外，解锁星等并取得强化卡后，扩散飞弹就会拥有追踪效果，即使是反向或是画面外的敌人，也能紧追不放并击中目标。透过后来的强化，多少可以弥补此装甲的先天缺陷，因此实用性并不算太差。然后此装甲的另一个主动技就是威力晶片，只是在 X 大夫中官方称之为超能晶片。此主动技发动后，可以获得攻击防御的双重强化，此外还可以获得额外的空中冲刺，让艾克斯连续向上冲刺2次。加上原本的初段跳跃，在本作差不多就是可以达到3段跳跃的高度。这个强化相当程度的还原了原作第三装甲的全配件提升效果。虽然说 X 大夫是没有什么特别道具，一定要靠双重向上空中冲刺才拿得到。但这个能力还是能让艾克斯快速进行闪避，并且成为少数可以跳到3段跳高度的角色之一。不过在实际游玩时，操作失误的几率也颇高。游戏中预设的基本2段跳，或许用起来会更直觉一点。然后持脚的被动技就如前述所提，保留了很多第三装甲的特色，例如头部晶片的静止不动可以回血，脚部配件的特殊移动，身体配件与晶片的防护罩。透过强化卡、角色卡、DNA 强化，再加上超能晶片的增益效果，与其他前期装甲相比，第三装甲的防御能力会相对优秀许多。顺道一提，第三装甲艾克斯同样是手炮型角色，上场时装备手炮，攻击力也会有额外加成。然后应该还是有朋友会好奇 ，S 大夫到底有没有安排杰洛光束剑给第三装甲艾克斯耍耍帅？基本上本作到处都是刀剑，想装备什么高级的近战武器都任君挑选，因此游戏就没有在光束剑上特别设定什么强悍的攻击形式了。不过有几个彩蛋倒是可以提一下，就是 X 大夫在角色选择画面中，第三装甲艾克斯除了一开始会展演 PS 版 X3 动画中的冲刺过门变身桥段外，若玩家来回切换达一定次数，第三装甲艾克斯还会表演龙卷旋风脚给你看。但此招在游戏中是不能使用的，同样只是一个单纯演出，算是补足原作没有将龙卷旋风脚列为第三装甲的隐藏大招的遗憾吧。好了，以上就是关于洛克人 S 系列第三装甲的完整回顾，记得按赞按订阅，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任務完了。